上一期视频我们聊过了，钟复利在他父亲钟庆后去世以后，发动了一场堪称清算式的接班大战，把一场本来可能挺麻烦的这个遗产官司，硬生生的打成了一场由他自己完全主导的围剿战。在所有人眼里，他这个牌打的是又快又狠，几乎已经是掌握了战局，赢定了。这样一出大女主的豪门爽剧，大家吃瓜看戏正津津有味的时候，剧情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就在十几个小时以前，好多家媒体都爆出一个消息，杭州市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专班，正式介入了娃哈哈集团的事务。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颗深水炸弹，直接把这样一场战争的性质给彻底改变了。如果说钟复利之前是在跟他的家人打一场有限度的战争，那从现在开始他要面对的可就是这片土地上权力真正的底层逻辑。说的直白一点，他可能要跟国家力量来一场终极博弈了。这是一场由国家力量亲自下场来主导的资产清算与权力重构。所以想要看懂今天国资委为什么会突然亮剑，我们必须要搞清楚3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第一个，国资委这娃哈哈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第二，他之前为啥一直不说话，保持沉默，就那么安静的看着大家演戏？第三，又偏偏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候，这个沉默的泰坦突然之间就醒了呢？今天我们来一起推演一下这样一场继承之战的最终结局到底会走向何方。首先我们必须要掰扯清楚一个很多人压根都没有留意到的事实，就是娃哈哈它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家纯粹的私人企业。我们把时间往后倒回去一点，1987年，杭州上城区有一个校办企业的经销部，这个就是娃哈哈最早的样子。你听一听，校办企业，它的产权从源头上来说是100%属于国家的。当时42岁的钟庆后就是靠着借来的14万块钱承包了它。从那一刻起，娃哈哈身上的这个国和家两种基因就注定要纠缠在一块儿了。不过真正奠定了今天这个权力格局的是1999年那样一场特别关键的国企改制。一开始这个股权结构是这么设计的，代表国家的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第一大股东，占比是 51%， 钟庆后个人占比是 29.4%， 然后还有一个职工持股会占比 19.6%。大家注意到了吗？ 51%， 这个是刚刚好过了绝对控股线，这意味着国资能够完全说了算。但是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国资方居然主动的让出了 5% 的股权，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后面20多年雷打不动的权力版图。杭州国资委占比 46%， 钟庆后家族占比 29.4%， 然后职工持股会占比 24.6%。你别小看这 5% 的变化，它的意义可大了去了。因为国资从一个绝对控股的地位变成了相对控股，它虽然还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再也没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平衡局。他既承认了钟庆后这个商业强人对于娃哈哈集团的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也给国资委自己留了一张压箱底的底牌。钟庆后老爷子那是一个玩转中国式这个政商关系的高手，所以他对于娃哈哈的实际控制力是远远不止纸面上的 29.4%。 在公司内部，他不仅是董事长，更是通过牢牢掌控那个占了近1/4股权的职工持股会，事实上掌握了超过 54% 的绝对投票权，让国资的董事成了这个会议室里面的举手机器。钟家还有一个核心机密，说白了就是搞了一个庞大而又隐秘的体外循环的商业体系。通过这个体系，钟庆后把大把的集团的利润跟控制权都牢牢的抓在自己家族手里，完美的绕开了娃哈哈集团那个有国资在的董事会。而且呢，
钟庆后的野心可不止这些，他心里一直有个念想，就是想把娃哈哈完完全全变成自己私有。2006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公开说过，想把国资手里那46%的想把国资手里那46%的股权全都买下来。要不是后来爆发了那样一场著名的达娃之争，这个事儿可能早就已经干成了。所以你看，这个没有完成的野心，实际上是被钟复利继承下来了，也就早就给今天的冲突埋下了伏笔。那钟庆后走了以后，这个三足鼎立的权力架构现在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庖丁解流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股权的最大头是国资，背后的实体是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往上的话，它的上级单位是上城区财政局。这意味着什么？这46%的股份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实际上是一个手握重兵但是轻易不会出手的沉默的泰坦。而第二大股东钟氏家族，这个钟复利继承的29.4%，现在正在被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在法庭上挑战。这样一场官司打下来的话，这部分股权到底还是完整的一块，还是会被分成好几块，现在不太好说。但是钟家真正的杀手锏，就好像我刚才描述的一样，不是这3成不到的股权，而是钟复利手里100%控股的那个鸿盛饮料集团，以及一系列公司构成的一个在娃哈哈体外循环的体外的帝国。而第三方才是职工持股会，这个是最神秘也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在钟庆后还在世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他的铁票仓，保证他能够控制超过54%的投票权。更好玩的是，有一个江湖传闻，就是钟庆后的情妇杜建英就是这个职工持股会的理事长。那现在钟庆后不在了，钟复利又想把一部分的股权划到自己名下，那这个以前的铁杆盟友随时都有可能会反水了。那最残酷的现实依然是，娃哈哈这家公司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钟氏家族的体外帝国给架空了。我们在上一集视频当中其实已经讲了钟复利怎么样釜底抽薪。其实这个掏空的过程早在10几年以前，那场著名的达人跟娃哈哈之争就已经开始了。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娃哈哈跟法国巨头达人公司打了一场号称是改革开放30年影响最大的国际商战。核心矛盾是啥呢？简单来说，就是达人发现钟庆后在他们的合资公司之外，自己又偷偷成立了几十家影子公司。这些公司呢，用着娃哈哈跟达人的品牌，卖着他们的产品，赚了钱海了去了，但是这些钱一分都不进合资公司的账。达人肯定不干呀，说我要收购这些影子公司，但是钟庆后不愿意卖，两边就打起来了。很明显，现在看过来，其实钟氏家族在怎么样玩弄舆论，怎么样操控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一直都是各中高手哈。所以在当时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加持底下，钟庆后的行为被当作是保护民主品牌，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最后呢，达人惨败出局。那这场胜利当时来看的确是扬眉吐气，但是它也客观上固化了一种风险极大的公司治理的模式，我管它叫做双重结构的治理。第一个是名义上的，就是有国资有外资的一个空壳公司娃哈哈集团，另外一个呢是实际上的由钟庆后家族绝对控制，利润的大头都在这边的影子体系。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非常的讽刺？当年用来对付达人的影子公司，到了今天已经升级成了钟复利100%控股的鸿盛饮料集团。而当年帮着钟庆后一起把达人赶跑的杭州市政府，结果一转眼发现自己反倒成了这样一种釜底抽薪战略的受害者。国资那个46%的股权就撂在空壳公司里头，更像是一笔每年等着拿分红的理财产品，而不是一个能够真正管事的公司的权杖。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国资委的两难处境了吧？他名义上仍然是娃哈哈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但是他持股的那个杭州娃哈哈集团早就是一个被掏空了核心利润的
空壳，而真正的肥肉和大把的现金早就已经通过各种复杂的关联交易哗哗啦啦的流进了钟氏家族的私人钱包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国资委之前一直保持战略性沉默的第一个关键原因，因为他要是想要强行的管事，就必须要面对一个超级尴尬的现实，是他自己眼睁睁看着这样一笔巨额的国有资产在过去20几年里面一直在严重的流失，这个可是一个天大的丑闻，谁会愿意主动去揭开这个盖子呢？所以只能是战略性的装税。那 OK，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资产被掏空的事情是早就已经埋在地底下的一个巨大的炸药桶。那这样一次官司在香港法庭爆出来的钟氏家族那样一个18亿美金的海外资产，就是吱的一下点燃了这样一根导火索。这样一笔钱不仅仅是家族内斗的焦点，它更像是一把钥匙，一下子就捅开了娃哈哈那个体外循环的黑箱子。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做离岸家族信托，其实说白了就像是给一个超级富豪家族定制的财富保险箱，它的核心功能就是资产隔离、税务规划跟保密传承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像洛克菲勒家族跟李嘉诚家族，他们都玩得特别的好，真正做到了把财富的所有权跟控制权分开，能够保证他们的家产传个上百年没什么问题。我们说回钟家的这个海外信托，据报道是2003年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的，规模高达18亿美金。这个就引出了第一个也是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130多个亿的人民币当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先做2个假设假设 A 就是这个钱是钟庆后合法的个人收入，这个可能性说实话比较的低因为根据钟庆后他自己披露的工资，再加上娃哈哈历年的分红，就算他是中国的顶级富豪，在那个年代想要靠个人完全合法的攒下18亿美金的现金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们要知道他在国内还有大量的投资跟捐款呢，他并不是把所有的钱全部省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笔钱其实是娃哈哈的资产或者是利润。那这个就刚刚好撞到了国资委最警惕的那根神经上面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线索现在已经指向了这样一笔钱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钟氏家族的那个庞大的体外循环系统。他们的操作方法其实非常的经典，就是钟家成立自己的离岸公司，再用这个离岸公司来控股一堆体外循环的公司，然后要求全国的经销商把巨额的货款直接打到这些体外公司的账上，而不是娃哈哈集团的账上。那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关联交易跟转移定价，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娃哈哈集团的收入和利润把它给截胡了，然后完全转移到自己家族的私人钱包里面。那这么多年下来，这笔钱攒到几十亿美金的规模，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而且呢，它很可能就是钟氏海外信托最可疑也是最合理的资金来源。而且呢，我们看到在香港法院的诉状里面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原告说这笔钱当时没有放满，好像是要放到21亿美金，但是现在只有18亿美金，那需要通过娃哈哈集团分红来逐步补足。那这句话简直就是不打自招，因为它基本上暴露了所谓的这个家族资产跟公司的资金其实是高度混在一块的。那紧跟着就是第二个谜题，在国家那么严格的外汇管制底下，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钱到底是怎么样像蚂蚁搬家一样弄到境外的呢？这个不管是通过假的贸易合同还是找地下钱庄，总之呢，这个过程的合法性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这18亿美金的资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上下下都是疑点。现在因为他们的家族内斗这个事儿被捅出来，一旦被坐实了是侵占公司的利润、侵占国有资产，那就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么一来的话，国资委就算想要继续战略性的装税，
恐怕也装不下去了。好了，所以问题来了，面对这么乱的家族内斗，还有这上百亿资产的重重的疑云，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杭州国资委，那之前为啥一直不吭声，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戏呢？要理解他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国资委他得算两本账，一本是政治账，一本是经济账。就这个让他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两难的困境。那首先我们先看经济账，中庆后这个商业奇才，它是娃哈哈的灵魂，这一点我们没办法否认。对于杭州市政府来说，娃哈哈是一头会下金蛋的鹅，是税收跟就业的大工程。国资那个46%的股份，每年都能够拿到非常可观的分红，所以稳定压倒一切，能够保证娃哈哈继续赚大钱，是非常直接的目标。那如果贸然插手把企业搞黄了，那最后吃亏的也包括国资委他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国资委一直保持沉默，不愿意轻易出手，其实也是一种默契，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战略性的放任。第二个呢是政治上，任何对于娃哈哈的强力介入，在当前的舆论环境底下，很容易被人家说成是国进民退，这个就跟中央的政策不能够保持高度一致是一个非常犯忌的事情。在一个标志性的民营企业家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动手，尤其会激起整个社会对于杭州市营商环境的担心。那这个政治的代价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太沉重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之前中富力搞出辞职风波的时候，国资委还是选择了隐忍。但是呢，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国资委的核心职责是要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是它的天职，是绝对不能够触碰的红线。那现在中视海外信托这个事儿，直接就踩在了这根红线上面。如果国资委继续假装看不见的话，将来万一被查出来，那相关的负责人可是要面临渎职这样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所以你看，这样一种想管又怕管乱，想出手又怕挨骂的矛盾心态，就是国资委当时选择战略性沉默的原因。说白了，在当其时的那个状态底下，啥都不干反而是风险最小的选择。那么一直在保持沉默的国资委，他手里到底列着一些什么样的底牌呢？是不是有一些威力相当巨大的武器，给了他可以保持沉默的勇气跟决心呢？那首先是调查权，它可以启动非常全面的审计，把几十年的账本全部翻个底朝天。那第二是董事会的权利，作为第一大股东，它可以联合其他股东否决重大决策，甚至直接罢免董事长。那第三个呢是司法武器，这个是终极的威慑，一旦能够查到实锤证据，它可以直接把线索移交给纪委或者是执法机构，让商业纠纷瞬间升级为刑事案件。这个并非是危言耸听啊！想当年，同样是民族饮料骄傲的这个健力宝集团，他们的创始人最终就是因为产权不清、涉嫌侵占资产而锒铛入狱，企业最终被国家全面接管。那第四个呢，就是股权的操作权。理论上来说，国资委它也可以效仿云南白药的改革，把这个46%的股权公开拍卖，引入一个强大的新股东，彻底改变娃哈哈的这个血统。正是因为手里攥着这样一些核武级别的底牌，所以国资委才不需要急着出手，它形成了一种隐而不发的威慑，就好像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中氏家族的头顶。所以国资委之前的沉默，它根本不是怂，而是一种高位威慑下的最优策略。但是中富力家族内斗杀到兴起，这个老臣们个个人心惶惶，帝国的旧部哀嚎遍野，这样一个看起来众叛亲离的女王，真的能够带领帝国走向稳定吗？这个其实是战略性装睡的国资委一直在心里在衡量的事情。一方面不能够打压锐意进取的民营企业家，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够放任企业完全被搞乱。而且那个中富力亲叔叔六亲不认的这个公开批评，说白了就是说给战略性装睡的国资委听的。当然了，装睡归装睡，国资委其实也没有闲着。江湖有传闻，
其实国资委早就已经悄悄请好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跟律师事务所，给自己的股权当参谋了。所以其实国资委是在以不变应万变，等待一个最好的出手的时机。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呢？就是家族内斗的结果差不多已经清楚了，同时呢，企业的真实情况也暴露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小的政治代价来换取最大的经济收益。而现在呢，杭州成立专班介入，也就标志着国资方面评估认为，现在这个最佳时机已经到了，他的策略已经从高位威慑下的被动等待，进入了师出有名的主动管理的阶段。那为啥偏偏是现在国资委决定出手了呢？我跟你说，这背后其实是内外因素一起起作用的结果，简直就是把后发制人这个词给玩明白了。这个时机选的真的是太妙了。首先第一点就是香港的官司把家丑彻底公开化，这个既给了国资委一个无可辩驳的介入的理由，其实也是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以调查潜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介入是名正言顺。其二呢，是现在激烈的家族内斗已经开始越线，导致企业不稳定了。那我想最重要的其实是第三点，就是现在的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既给了国资委需要的民意的授权，也是无法继续装睡的根本原因。你注意看，财政局在回应里面特地提到，接到了大量关于娃哈哈相关问题的来电和投诉，这个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这个是国资委行动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因为家族内斗的公开化，特别是国资持股 46% 这个事实被大家知道了以后，现在公众舆论的焦点已经从豪门八卦转向了国资安全，老百姓不再是担心国进民退，而是在质问国资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你看，家族的内战虽然的确没有触碰侵占国有资产这条红线，但却意外揭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秘密，折腾出来的这个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导致民意跟舆论逆转，让泰坦不能够继续装睡，也给了国资委介入的强大的底气，因为这样的话大大降低了他的政治风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最重要的点，画一下重点，就是专班介入实际上意味着国资委的身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他已经脱下了股东的西装，换上了公权力的制服。首先，专班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公司内部的调查小组，它是一个政府部门牵头的有准行政甚至准司法调查权力的机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不再是娃哈哈董事会层面的家族内部事务，国资方已经从一个被动的沉默的股东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行使监管职责的公权力的代表。专班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事件的性质从商业宫斗上升到了资产清算与权力重构。这个跟公司自己内部搞审计不一样，专班有权调阅公司所有的账目啊、账务啊，所有的公司的会议记录、高管通讯，还可以约谈任何人。他调查的这个深度跟广度将远远超过钟氏家族任何一方能够管控的范围。而且财政局的介入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个核心关切国有资产的安全，所以专班的第一个任务必然是在调查娃哈哈这么复杂的股权结构跟漫长的体外循环的历史里面，到底有没有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一笔高达18亿美金的海外信托，毫无疑问将会是调查的重中之重。而香港官司的进展也完全验证了上集视频的分析，那样一个离岸信托正从一个财富的保险箱变成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这个信托被法院认定为虚假信托，那里面的钱在法律上就可能会被看作是宗庆后的个人遗产，那么国资就有权站出来说，这样一笔遗产里面包含了本应该属于国有股份的利润，从而可以要求按比例来划分这样一笔钱。所以这个也就为追回可能流失的国有资产打开了一条非常清晰的法律的途径。那国资委的正式介入让整个牌局完全变天了，未来的结局我猜想大概率会有这么几种。第一种，
也是各方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就是压力底下的默契共治。中富力在多重压力底下选择理性妥协，他主动跟国资委谈判，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比如说，那18亿美金就当作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用补税或者是特别分红的方式，让钱回到国内，既补偿了这个国资，也避免了被刑事追责。而作为交换呢，中富力同意改造公司的治理，在董事会里面给国资委更多的位置跟话语权，然后国资委拿到了好处以后，反过来可以支持中富力来稳定大局，帮他打赢继承权的官司。这样一来的话，中富力大概率还是娃哈哈的掌门人，但他会从一个说一不二的这个女王变成一个必须在董事会规则下做事情的 CEO。 那最终娃哈哈可能会进入一个权力相互制衡、更加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的时代，这是一个避免企业崩盘的多赢的选择。其实说白了，就是用钱和部分的权力来换取历史问题的软着陆。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最坏的局面，如果国资委的审计发现了骇人听闻的系统性的侵占国资的行为，同时加入内斗，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那这个性质就恶劣了，不能够排除国资委会放弃挽救，直接采取最彻底的手段全面重组。而最终的话，中氏家族的股权可能被大幅稀释，甚至彻底出局。这样一种局面是一个双输的，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局。而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结局最终如何，中富力为了赢得这样一场家族内斗的战争，其实已经付出了巨大而且不可逆的代价。这个也正是我在上集视频里面说到的王冠的代价的这个延续跟深化。杭州国资委的这样一次出手，标志着娃哈哈继承权之战的上半场，也就是家族内部的法律和舆论战，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那现在博弈进入了由公权力主导的下半场。在这样一场三角博弈当中，原本呢，中富力他是希望通过掌控公司的运营跟舆论，以维护企业稳定的名义，既希望国资委保持中立和沉默。而原本杜建英的阵营是希望通过诉讼将国资委拉下场，寄望他们出手来出于这个保护国资的动机介入调查，从而能够为自己创造机会。但结果呢，我们看到国资委真的下场了，玩太大反而翻了车。对于中富力来说，他现在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了，而是一个手握着法律啊、纪律啊跟行政权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杜建英那边嘛，反正是我活不活无所谓，反正我只要你死嘛，对不对？中富力他之前想要抓住时间窗口，快刀斩乱麻来巩固控制权的策略，本来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成功的，但是操弄公众舆论就好像走钢丝一样，做过了头会被反噬，反倒引火烧身，加速了监管的介入，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读到新闻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长公主身边的人其实比较难以理解她的性格，因为她行事比较极端，生活里面会频繁的更换司机啊、保姆啊、保洁啊，甚至连家里的冰箱都安装了摄像头，这个事情真的有点夸张了哈。帝王之家嘛，为了争夺皇位，亲情有时候变得特别的奢侈，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我的继母一个接一个，我如何能够活到大结局，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情节，在这样一种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我想中富力他真的会看透了人情冷暖，所以才会理性严谨犀利，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性格也容易走极端孤僻。这个我想可能是在他14岁开始的悲剧导致的一个后果，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造成当今这个局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呢？而对于娃哈哈这样一家企业来说，不管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创始人中庆后那个时代个人权威可以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的模式，我想应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权力被重新分配，国资影响力空前强化，治理结构更加规范，但也可能更加僵化的新的娃哈哈正在慢慢的浮出水面。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整个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对于这样一个结局，您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吗？或者您觉得这里面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聊到的关键细节，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